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国人开发的新一代的 Linux 服务器运维面板，它的名字叫做 OnePanel。OnePanel 已经上线了有一段时间了，当时为什么没做相关的教程，可能是因为它还没有那么完善。如今呢，它已经相对完善，我们可以来快速上手。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宝塔面板。所以对宝塔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年轻的开发者或者年轻的站长啊 ，Linux 运维相关人员选择更漂亮、美观且开源实用的 OnePanel。宝塔呢也有一些限制，手机认证啊，会有一些服务器信息与宝塔服务器进行互通共享啊，这种情况，有些小伙伴呢觉得可能那种环境太安全了，被人保护的感觉不是那么好。所以他想要一个纯粹的 OnePanel 就出来了。那 OnePanel 可以装在你的 Linux 系统里啊，不管你是 VPS 也好，还是独立服务器，家里的 NAS 群晖啊，这些应该都是可以装的。Virtual 这边拿他家的云服务器来跟大家做演示，没有账号的小伙伴在这边注册，它是有免费体验期的，还是比较划算的。它是即开即用啊，按小时收费的。Virtual 的控制台，蓝颜色的字。创建一个新的 VPS， 最低的这一档高性能的 AMD 洛杉矶，我这边比较喜欢 Debian， 开一个1核1 G 的备份关闭，开启 IPv6 完成。如果你是主营海外业务的话，像亚太地区、新加坡、日本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新加坡、日本呢，它电信没问题，但是移动基本上连不上 SSH， 边变成 running。就表明我们正在运行，会有 IPv4 的地址，会有 IPv6 的地址。开始菜单 CMD 一下，我们拼一下这个 IP 能不能拼通，连接性还是比较强的，没有丢包。好，我们打开 SSH 工具，我这边用的是 Tabi， 大家可以到网上自行去下载。我们把 IP 复制进来，这边给它输入一个密码。我手这边呢，密码是随机的。好，我们尝试第一次链接，这样我们就来到了 VPS 上。我们使用科技 LAN 的一键脚本来安装 OnePanel。为什么要用科技 LAN 的脚本呢？是因为特别智能，比较适合小白去使用。CURL 我们先安装一下运行 LAN 的官方版本的脚本。主菜单我们选择11，我们可以看到3呢就是 OnePanel， 不需要你再了解你当前什么系统，它就会自动判断为你安装合适的版本。好了，我们的 OnePanel 就开始装了。现在它让你选择目录对应的小白，其实 OnePanel 这边呢可以完全做固定目录，让用户做选择，包括你这种格式那很难去搞的。OnePanel 自己定义目录就可以了。那不清楚怎么填的话，那你就回车吧，它提供了默认的回车。这边让你选择端口。你后期再改都可以。你现在刚入手，你让初学者很难去理解什么是端口。我这边使用8443这个端口，就是后台面板的端口号，它的用户名密码都是让你自己输入的。断连了，也太狠了，是不是我吐槽的太狠了？直接不给我装了。我们重新搞给它一个用户名。我知道了。它又失联了，为什么失联呢？我似乎已经找到了原因，是因为 OnePanel 不讲武德，它动底层的 iptable 的规则了，动底层的 UFW 的防火墙规则了。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当前的 VPS 一开始就有防火墙，会和 OnePanel 进行冲突， OnePanel 直接就给你干失联了，你就连不上你的 VPS 了。之前宝塔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大家在装这些面板之前，先把自己的防火墙先卸载了。这家厂商呢，他自己的系统内都会带防火墙的，就很尴尬为了佐证，我们再试一下。好，我们先删机，我还以为是被运营商给强了，没想到又是这些面板自作主张，他们想掌控你的 VPS。那我们再创建一台洛杉矶的 VPS， 他们为什么要动防火墙规则？我想不通。还是得要靠 LAN 的脚本帮初学者给它搞定这一步呢，我们先不装 OnePanel 了，我们这边直接先13选择5，把自带的防火墙给删了。稍等一会儿好，那我们的端口已经全部开放，这时候我们再去安装 OnePanel， 这个很烦。11、3，好，我们先安装 Docker， 回头我在这边加个判断，把系统的那个 UFW 给
卸载了，要不然 OnePanel 装不上。现在应该好了，如果再不好，那我这个半吊子也解决不了了。Virtual 它这边是不支持的，但是之前我在其他的 VPS 上没有防火墙的 VPS 上是可以的，肯定是这个原因，想都不用想。好，默认路径回车，这边呢给它8443，我比较喜欢8443用户名啊，现在不会失联了。好 ，Lion 密码呢，我们给它一个。开发者要留意一下我这期视频啊，要考虑到这方面原因，就是已有防火墙，已有 UFW 的情况。用户名密码你就随机呗，这让用户自己去搞，还搞不定。好，他现在就在安装啊，那这块是安装完了还是没安装完？卡在这儿了。我为什么能遇到这么多问题？这个东西真的是，这应该装上了。我们11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去登录一下它吧。0选择1，看一下我们的 IPv4 地址，复制一下，开一个新页，加上8443，我们刚才的那个已经启动了。不需要吗？没权限登录。好家伙，复制这个，让它把安全入口给我们。好了，还得带上它的安全入口8443后面带安全入口。才能让你登，IP 地址还得要，加上后面的安全路径再回车，输入我刚才设置的账号密码，还要勾选下面的许可条款，你这样的才能进来，一波三折真不容易啊。好，现在来到的就是 OnePanel 的首页啊，网站有几个，还有你的定时任务，你的应用有多少个？这应用呢，就是它的应用市场里的应用啊。右侧的是你当前系统的基本情况，我们使用的 Debian 12。中间呢，就是类似于宝塔的这样的 CPU 内存、硬盘负载、流量的一个统计。像 WordPress 它这边都是有的，比宝塔要难一点，理解成本要高一点。好，这个是它的应用市场。那它的应用市场呢，包括超多的应用，已经称之为生态了。安装图床、安装笔记应用、论坛应用、ChatGPT， 包括我们这个节点监控、Nginx Person Manager， 它都有。它这边分为建站、数据库、Web 服务器、运行环境、实用工具、云存储，超多的分类。这个大家可以没事了自己去把玩把玩。什么我们熟悉的 Alist 呀、Nextcloud 呀、可到云、Cloud Drive 都有。我们可以安装一个 WordPress， 我理解的就是安装 WordPress 以后，我直接就可以去使用了。你看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啊？它要点开先弹一个这样的界面 ，MySQL 让我去自己先安装，它有很多这样的设计语言。我明明想装这个，你非要让我设置其他的东西，要设置好几层。我明明要申请一个证书，你让我先创建一个证书账号新手理解这个成本很高的我装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设置。我是不是点这个就可以直接搞定了？他给我们弹了个提示，我们就开始跳到这边来装了。装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再回到装 WordPress 那个地方去。为什么不一键一气呵成呢？它其实是希望这个 MySQL 可以用在其他的服务上，处于这个目的考虑的。你在安装向导的时候你就装好也可以，到时候用户可以自己去调版本，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要装一个上层的东西，我下面的东西要全部返回去再去全部装好这种问题就很头大。好，吐槽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点这个看一下它已安装的一个情况整个界面呢，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看的，但是它把好看当资本了，好看就应该让用户在你的面板里头多待一会儿，多操作一下，让它体验更优雅的操作。这边的提示已安装是可以到达这个目录的，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的一个点。这块呢是查询这个容器的一个相关日志，这些都是很方便的点有不好的点，所以我也会愿意指出，这可能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的一个毛病。好，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对，我们要装 WordPress 刚才没装成功。好，那我们点击 WordPress， 现在呢，它自动的帮我们识别了，我们安装了数据库，是不是直接点这个就可以呢？理论上来讲是不行的。对，我们要把端口对外，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访问这个 WordPress。好了，它就开始装这个 WordPress 这个容器这块做一个醒目的动画效果就可以了。这边呢做一个对勾之类的，比较形象。它的这个安装进度呢，最好也会体现一下，因为小伙伴不知道它装多久了，只知道它在安装，可以去优化一下。OnePanel 被我贬得一文不值。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这种面板类型的系统工具呢，它方便的一点就是
它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后台安装的。安装好以后呢，它应该提示我直接 IP 加端口直接就能访问了，但是在我面板里找不到，它还得去关联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这边把斜杠删掉，冒号，然后我们刚才设定的是8080，就是我们的 WordPress。好，我们回车。这样呢，我们就把 WordPress 装上了。现在是 IP 加端口的方式访问。好，我们点击完成。好，我们保存一下账号密码。我们输入账号密码，这个呢就可以去玩耍了。看我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域名啊，这就更复杂了。它会引导我们到商店里去安装一个类似 Nginx 的一个应用，它是直接就会占用我们80和443端口，所以弹出这么多信息呢，其实不是那么利于用户去使用的。好，让它继续安装吧。好，那我们借着这个时间，我们去看一下它另外的一些功能吧。网站、数据库这些都跟网站相关的。它有一个容器管理，会把所有容器罗列出来，你可以对容器进行一个编辑。你当前 Docker 里所有的容器都会显示在这边，包括它的2级菜单呢，它会镜像管理啊、网络管理、Docker 卷的管理进行设置的，还有包括仓库，添加更多的仓库。应该是主机这边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点。首先是文件，它把文件你主机上的一些文件呢全部罗列出来了，包括你上传、远程下载，这个就是跟宝塔比较相似的一个功能。监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宝塔的监控是默认不开启的，它这个监控历史监控它是默认就帮大家启动的，各种磁盘 IO 啊、网络还有 CPU 占用你都可以看到。它是保存7天还是怎么样？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连接我们 SSH 了。我们来到 Virtual， 把这个密码复制一下，回到 One Panel， 把密码贴进去，测试连通性 OK， 我们直接点击。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终端。它下面还有一些快捷命令，这个地方是比较有特点的，它是可以实时监测你与 SSH 连接性的延迟。这个方面其实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依然在这里头可以运行 LAN 的一个脚本，在这里面当然有点局促。局促的话，它应该提供一个全屏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全屏功能有吗？没有。主机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是谁来登录我们的 VPS 的啊，你就可以看到日志，还可以在这边去设置快捷指令。它需要去安装 UFW， 如果它不安装 UFW， 它这边用不了，所以这个又去引导用户去装什么东西，不给他提前提供好，这个复制命令到你的命令行去敲，学习成本很高的。你为什么不在商店里集成呢？这个是我想问的灵魂拷问啊！当然你说啊，我这样的适配比较困难，确实是有困难的，但是人家不管你。这个进程管理呢，有点像我们的那个 Top 啊，像我们的 BTop 之类的，它其实只罗列了进程的列表，包括一个占用的一个情况。当然它这个可能不会做成动态的 ，Top 他们可以做成每秒刷新啊之类的。11查看端口的占用状态，就在这个地方。当然我这个是直接敲命令的，它这个丑陋是蛮丑陋的，它这个就更清晰，表格化更强一点。日志审计，它会把很多日志给你罗列出来。工具箱里头它其实还有别的啊，使用这个清理，它是可以清理这些内容的，这个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清理，会中断啊，它这清理有个 bug， 会把它的这个面板给它嘎掉。当然承认他们面板有他们面板的一个优势，就是我VPS 不需要连接我的终端了。好了，它这个面板设置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深色啊，调成深色也是比较合适。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动画其实做的还是很到位的，回头很深的细节的东西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去着重的去了解一下，包括它这个地方可以收起展开，做的感觉就很到位。有好的地方，有坏的地方，那我们都说了。这个 WordPress 站点有点复杂，这个回头研究好了再跟大家分享吧。今天的话就大概聊聊面板以及相关的一些功能跟网站的功能，我们往后如果有小伙伴感兴趣的话，我们再聊。你说OnePanel 我也体验差不多了，你这边选择11。3我们看能做一些什么事情。3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监测到它已经安装 OnePanel 了，在你的机器上。你可以说我想知道我的 OnePanel 现在账号密码我给忘记了，我不记得了，你这边选择1，你可以这样的去操作。端口和安全路径告诉你，会告诉你的用户名，密码的话你要给它重新设置一个新密码，对，然后我们设置好
依然选择3。我们现在真的体验 OnePanel 差不多了，那我们选择2，可以把它卸载，这样的去操作，确定是否卸载。OK， 那我们就已经全部卸载了。这个是我调用了他们官方的一些接口，给大家做一个更方便的一个操作。我们这边选择6，我们也有 Docker 的管理。OK，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OnePanel 的容器都还在啊。我们把这些容器呢全部删掉。我们到容器这边来看3。好，我们现在选择删除所有容器。OnePanel 呢删掉了，卸载了，还会有残留它的容器，它的容器全消失了。然后容器完了，我们再看4，它有镜像的啊。这是它刚才装的一些镜像，包括它装的 WordPress 啊这些。如果你都不要的话，我们这边选择4，删除所有镜像。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删啊，这样的会给我们省掉大概好几个 G 的硬盘空间啊。我们再漆一下，把一些残留给它再清掉，这些就全部清松完了。我们再按下2，干干净净了啊。好，我们用着这个 OnePanel 呢，还变相着宣传着科技 LAN 的这个方便好用的脚本。其实这2个产品呢，有部分重叠的产品内容。LAN 这边呢更底层一点，不是那么上层，以面板的形式给到大家。那哪个好用的话，大家取决于自己，哪个觉得实用或者说生态比较完善的话，毕竟人家是一个团队嘛，包括宝塔呀、OnePanel 啊都不抵制。如果我都抵制的话，大家选择11，你就看不到这些应用了，对不对？选择什么都是大家的一个自由，你觉得哪个搭建起来好用，你就用哪个就可以了。不管你什么生态，只要到我这儿就成为我的一部分。那这就是今天全部上手 OnePanel 的视频内容啊，当然从中呢会走过一些坎儿，翻过一些车，还是能称之为快速上手吧。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搭建的，你看我们搭建的速度就很快，而且很友好。看 root 给到它，这边给到它，我们就登录进去了。这个是我们的远程桌面，感觉科技 LAN 的视频做的有点花的欢迎点赞支持一下，订阅一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